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另外，立法院荣誉顾问3Q 哥陈柏惟呢，马上赶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当然，今天礼拜二。对，礼拜二，没想到柯文哲主席起诉了以后，然后包括现在也在羁押在北所，那周刊照样还是有很多一些讯息，因为那个800多页的起诉书里头到底写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当然，据媒体有一些人，大家媒体人讲说，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人，除了律师啦或相关人等以外，有媒体人也有拿到了相关的一些的资料，那会不会在那里头会找出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大家不解的一些地方？不过今天对在《今周刊》里面的直接的报道是这一段。叫死棋说，好吧？什么叫死棋说呢？媒体里面报道，《今周刊》今天讲说，陈志涵跟柯文哲两个人呢，在去年8月有讨论因应侦讯应答的方向。那讲到穆可内账的时候，那他认为这是死棋，这说法，周刊认为说是不是等同于认罪？但是在陈志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说法，他是怎么说的呢？让你听一下，来。今天看到《镜周刊》的报道我要再次的呼吁北检。不要再继续做政治追杀了。你们应该出示的证据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镜周刊》里头。也非常感谢北检现在把这个讯息把它公开了，这足以证明柯文哲主席从头到尾都不知情。作为一个发言人，作为一个必须要厘清真相的查账小组的成员，我当然必须要去跟李文宗确认，到底这些汇款的内容跟金额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厘清事实，在北检。认定为是串证吗？其实这个捐款早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捐完了，结果《镜周刊》竟然还说450万没有捐，说这个450万拿去买股票了，所以《镜周刊》编故事已经编到了离谱至极的程度。好，那先看第一段吧。第一段那当然就讲说，那这也是今天媒体的另外一个焦点。那穆可那授权费450万。450万进了柯文哲的账户以后，柯文哲那时候就说要捐，然后呢那些钱捐了没有？然后陈志涵就跟你讲对，你们不要再讲了什么450万，他已经在8月的时候就已经捐做公益了，好吧？编故事编到这么离谱，那所谓的死棋说呢，如果照周刊里面的报道，起诉卷证资料显示，陈志涵在李文忠这些被告因为假账风暴遭搜索传唤1周以后，去年8月22号向柯文哲表示，竞选总部跟穆可又签了一个约。是净总收入的10%要给穆可当授权金。我问李文忠，净总收入的10%是什么？他说是政治现金。承接着对柯文哲说，原本我还希望他就李文忠可以换一个说法，那说是其他收入，但他好像已经告诉检调，净总收入指的是政治现金，这几乎是死刑。那我们真的要想一想，要如何保住您的能量？这已经不是穆可的成本高于他们卖给净总的服务可以解决，而是您签了约，同意他把政治现金当作穆可的收入来源。那柯文哲随即回复陈志涵说，结论先放消息，我们现在正在找会计师来签证，这也需要时间。我们已经去找台北市会计师公会来帮忙，把整个故事串接。重点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下个礼拜会开结案记者会，然后大部分的问题现在都有解决。当然，我们还需要利用这些时间来解决穆可的问题。之后，民众党发函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希望派员协助查核。但工会同月28号声明说，征询5个会员没有获意愿，没有人愿意接任。29号还记得吗？29号，然后民众党呢就开了一次澄清记者会。一次澄清记者会以后，8月30号那天礼拜五，30号早上7点钟，那检联大幅的搜索，包括民众党，包括个人住家。一善是这所有的好，今天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所谓的死棋说这一块你会怎么看？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捐款，陈志涵说你们不要再编故事了，好不好？那都已经捐了，8月就捐了，那还有什么好讲的呢？谁在编故事？柯文哲自己讲的啊。把整个故事串接，是你们在编故事，不是我们在编故事。今天其实周刊不是科幻小说，今天科幻小说不在《镜周刊》里面，《镜周刊》今天报道的叫做体育台，为什么呢？蔡壁如跟陈志涵到底谁把柯文哲还押土城的 PK 赛定勾机嘛？结果陈志涵完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周刊的报道这件事情，第一个要跟陈志涵讲的是，
起诉卷证资料显示，这不是故事，这是起诉卷证，也就是说，所有的起诉卷证里面，他掌握了陈志涵跟柯文哲的对话内容嘛，所以他是有所本的，不是编故事的。第二个，他讲了所谓的10%的授权金的问题嘛，那10%的授权金也是起诉书内容里面，为什么起诉书内容说靳总付给了穆可4063万，而靳总的整个的收入是多少？根据监察院的报告，今年柯文哲的竞选总部总共的捐款收入叫4.697亿，刚好10%。所以这10%用了各种名目给了穆可公关公司嘛，这形成了叫做公益侵占罪6年。好，这个起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起诉6年嘛。重点来了，谁让柯文哲变成死棋的？就是你陈志涵。为什么呢？原本呢，律师在这边也学过法律的，你还可以推说，因为总部的财务长叫谁？李文忠嘛。董事长是谁？李文娟嘛。我还可以推说，误信了50年的好朋友李文忠，是李文忠跟李文娟拿了我的印章去跟他签约的，可不可以这样推？可以哦。但是你陈志涵直接这边想说，而是你签了约，同意他就是李文忠把政治现金当作是穆可的收入来源。这句话你是陈志涵写的，柯文哲有没有否认？没有啊，陈志涵，你入所谓的柯文哲余罪嘛？这句话根本不用写在这里面吗？你为什么要特别讲说，就是你柯文哲签的约？到底柯文哲哪里得罪你？你要写这段话，让柯文哲变成是未来起诉之后还有判刑一审哦，一审里面你的这句话，柯文哲就会问你啊，陈志涵这么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否认？所以是你签的约哦，而不是李文忠跟李文娟签的约哦，就是你柯文哲签的约哦，所以整个陈志涵就让柯文哲甚至不只是还押土城而已，甚至在一审里面你贡献了6年嘛，28年你贡献了这6年，用了这句话你就贡献了公益侵占罪4063万里面的6年嘛。另外讲的是450万的政治现金的这个所谓的捐出去的这件事情。当然柯文哲有说，他8月20号、29号的时候有说柯文哲要捐出去嘛，道歉承认思虑不周嘛。因为已经被爆出来450万，也不是外面人报的哦，是你们自己人讲说不是400万，是450万嘛。450万进了柯文哲的户头，从穆可公关公司里面进到了柯文哲的户头嘛。他说是肖像授权金450万，思虑不周全捐出，捐出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捐出了这些单位，今天陈志涵说我没有捐出了这些单位里面都在9月5号以后，因为我们今天查了第一笔这个所谓的彰化县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9月5号收到了柯文哲的捐款，那是柯文哲那时候在哪里？在土城里面啊。已经被羁押了他为什么可以捐？好，即使他捐了，他全数捐出，如果全数捐出可以当成我没有犯罪的证明，以后所有小偷抓到都说我要捐出去，每一个人都变廖天丁，没有小偷了，台湾没有小偷，都变成廖天丁了，不是嘛？你的所谓大水库理论不能运用在你被人家抓到、被人家指证你犯罪之后嘛？你的大水库理论如果有道理，还要是别人指证之前你已经做了。如果这个捐款是在2月6号之前，因为起诉书写得很清楚，你已经有250万去买了股票，而买了股票的时间点是什么？就是2月6号啊。你2月6号的450万汇到你的户头之后，你会给家人去买股票，这个东西都已经被检联掌握的证据嘛？被发现之后，你才说你要捐出的时间点还是你羁押的时间点。你如果要自证无罪，那完了。所有的公益侵占，所以为什么柯文哲有实质影响力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如果还是党主席，我可不可以叫梁秀菊现在把所有的要捐给民众党，我补开发票？那我现在检联辛辛苦苦查了4个月的时间，那我是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没了？因为你都补开发票了。当然是不行，所以柯文哲不只是要还押土城，因为他的串供灭证，甚至他的实际影响力都会改变过去4个月检联他辛辛苦苦调查的结果嘛。那医生2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刚才你念，包括那陈志涵跟柯文哲之间一些对话的内容，你刚有听到那陈志涵在记者会上讲，这刚好可以证明柯文哲不知道啊，所以他不过就是跟李文忠去问。
那然后告诉柯文哲，所以表示柯文哲真的不知道这些的过程。第二个，那些捐款，陈振南在记者会是讲说那是8月捐的，是不是？他说是8月已经捐了。第一笔是至少我们查到的。之前查到的看到的是有一个证明是9月5号捐的，所以这一笔是我知道的部分，那其他我不知道的部分，那他是8月29号才宣布要捐嘛，我相信都是8月29号之后了。那8月29号之后，柯文哲9月初就已经积压土城了，他是不是本人捐都是一个问题哦，是不是陈佩琪帮他捐的？但是这种捐法，你在所谓被查到之后再去捐，可不可以印证你无罪？另外说，柯文哲知不知道啊？这件事情你的那里面就证明柯文哲知道嘛，还给你指示嘛。就重点是结论，好，柯文哲很喜欢在说你讲了一堆话之后，他跟你讲结论，结论是什么？你要去帮我负责串接故事啊。所以讲故事、串故事的是谁？科幻小说的是谁？就是你们陈志涵，就是你柯文哲嘛，而不是进检或者是镜周刊或者是北检他们起诉书或者是诉卷证据里面的相关的这些资料。OK， 当然这过程当中，刚才先让观众朋友看了一下，包括民众党相关的一些的回应，而这个回应。对于所有的人来看的话，第一个还记得吗？8月10号第一次开查账记者会的时候，李文忠有一句话是惊天名句，让所有人都吓一跳，就是他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什么都不知道。柯文哲在8月29号还有一个叫一次澄清记者会，还记得吗？就是那一次，那柯文哲主席前主席，然后他在那天的时候，同时也宣布，因为账的一些的问题啊，他宣布请假3个月。那在那次，柯文哲也讲说，所有的账除了李文忠以外，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在8月29号。那刚讲到说，那450万要怎么捐，什么时候捐呢？是在哪里时候讲的？8月29号一次澄清记者会，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当时柯文哲怎么说的。来，这一幅该捐出去就捐出去。那什么时候捐这些？那意思就是捐完，那整件事情就算了。从李文忠说的，他很负责任，他完全不知道，到柯文哲现在告诉你，他真的从头到尾就李文忠一个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是说，钱的这事情对柯文哲来讲，从头到尾就是陷入这整个钱的窠臼里面吗？现阶段就在钱里面打转。你看，其实进检是8月28号写有400万流入柯文哲私人户头，木可，是张启凯他们出来说啊，不是400万啊，是450万，好，那你流进去的时候，当初柯文哲也说我不知道嘛，我没有在管账册等等的问题啊，450万进去，一个是2023年的12月、1月、5月，总共是150万、200万嘛。那你看2月6号就是刚好那个后面200万没有进去，所以会给他儿子244万。2月6号提了，应该是前面那250万的汇款在动资嘛，然后现阶段说不知道金额等等，那合约你也知道，你跟他签了一个合约，合约上面就告诉你当年销售额度不超过20%，所以当年销售多少，坦白说一句话。你签约，我当然也不知道啊。你会卖多少，你也不知道啊。我们只是定了一个比例在那边嘛，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肖像权里面就是有一种某种程度，就像分润的概念嘛。你赚多少要分我多少，你赚多少要分我多少嘛。所以他陷入一个钱的窠臼里面。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8月28号进检出来的时候，吴育轩是怎么说的？以捐做党务及公益。这8月28号是吴育轩先出来说那450万，对，后面才是8月29号的记者会说，该捐就捐啊，我给那个周瑜修沟啊，我都没意见等等。可是陈川今天还是讲说他们8月就捐了，但是所有的记录我们上去查，至少有2家他捐的是9月5号，根本不是8月，根本不是8月。因为那他公布的那7家不公布还好，一公布大家都可以上网查。那有的是半年结一次他才秀出来，有的是当月去查当月的是9月啊。你比如说第一笔150万是9月5号捐的，那个都有记录啊。所以你就说了一句话吗？
我的意思说，民众党难道没有查一下？所以他列了一个表给你啊，他不会给你后面写日期啊，他不敢写啊。对，这连 Excel 写了日期就告诉你说我明目张胆说谎。2024年嘛，时间在那，我知道。对啊，明说的我说谎。我的意思说，那他就说捐了就好了，他不需要告诉你我8月就捐了。现在就告诉你说，你因为竞检说你到现在还留在那边嘛。所以我必须把时间推到你写之前我就捐，然后又在一个8月28、8月29那个日期，那里面，你说他怎么办？做出来这个 Excel 档里面，他又不敢跟你写日期。可是他一定会想得到，他这样讲完以后，你们一定会查当然会查。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查，但是他们政治现金说明会不是经常爆出这种事吗？秀一张发票，大家一去扫，他不是要结束营业，为什么还开发票？你说不可能100万，等等，一直都查嘛。那你说现阶段你还不止那个了？我觉得陈志涵那个跟柯文哲的赖真是奇迹。8月12号，北检公开出来说，政治现金涉公益性质，分案，当天吴怡轩代表木可公司发布声明结算。那8月14号搜索，李文忠当时是证人被传无保请回，他妹妹150万交保，端木正200，结果说他没钱变100万交保，木可的何爱婷50万交保，这是8月14号的事哦，8月14号的事哦。然后你看今天陈志涵讲的很好听，就是说我是查账小组啊，对啊，我要询问钱从哪里来啊。好，你说的也没错啦，你去询问，但最关键的一句话，原本我还希望他可以换个说法，这是查账的说法吗？这是查账的说法吗？就说是其他收入，有没有？那上面也有啊，说是其他收入，知道政治现金是犯法的。好，那我就问一句话：李文忠什么时候被约？8月14。你这算不算教唆作伪证？叫他改口供？是。这个叫做查账吗？这个根本就叫你改口供了嘛。然后你看那个前后的所有语言里面弄完了。8月29号，我们之前都在看影片，不是一次说明会，你看那个陈志涵拿了一根那个那个我们的认知有差别，成本的10%还是营业的10%怎么样？说穿了，原来在1个礼拜前10%是什么，你都还不知道。简讯告诉我们的。我问李文忠10%是什么，原来那时候10%你都不知道。然后合约讲了半天怎么样？那我就问一句话咯，合约什么时候签的？我现在要反过来问一句话，合约什么时候签的？靳总的副总干事29号拿的，在那边讲，8月22号再问人家10%是什么？那我请问一下，第一句话，我们又回到第一句话，竞选总部跟木可又签了一个合约，什么时候？那这份合约真正签的时间，大家要不要怀疑一下？ 8月12以前因为你看一下，连靳总的副总干事都不是负责上面说的洋洋洒洒的时候，原来8月22号他还在问人家10%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怀疑？这一份合约什么时候签的？你讲白一点，一夫，你怀疑这个合约是事后补的哦？你怀疑是事后补的？不然你看这整段对话，你不觉得这整段对话很有趣吗？我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随便看一看，看完以后就觉得哇，这讯息量真大，教唆做伪证啊，然后原来那个10%你也不知道什么啦，都结束了，竞选都结束了，而且他们这个合约跟木可签的合约结束日期是4月30号，他8月在问那10%是什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一份合约的存在？如果你知道，你8月10号怎么会去这样问呢？然后后面你就看到结论，我们怎么样要把故事串接？所以后面来了一个说，你看，我们跟木可有认知上的差别，一个是营业总额，一个是成本的10%，怎么样？所以你还要还我1300多万，怎么？你去对接那个结论，
处理穆可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事后的动作你把它合起来看，那份合约在去年1月或是在前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份合约真实存在吗？我现在怀疑了，我非常怀疑。所以你看他的钱就一定会陷进去嘛，因为你从陈志涵的说法等等的说法一直在兜来兜去。你看柯文哲也说，哦，那份合约我知道了，我看了一下就丢到旁边了啦。那2颗章我没看过了，到底是谁盖的章我不知道啊。那个都是财务长李文忠推给李文忠。你又回过头来看这一些过程。真的柯文哲都不知情吗？你看那个结论那一部分，利用这个时间要处理穆可的问题，真的都不知情吗？这整件事情牵涉到时间之间，所以刚才为什么来宾会把时间的流程让观众们看得非常清楚？包括你说8月12号第一次的查账记者会，8月14号刚才讲到，那李文忠他们被约谈，然后包括第一次，那包括李文忠他们被搜索约谈这些，到了8月22号是这个简讯相关的一些内容，8月29号那第一次所谓的一次澄清记者会，柯文哲讲的这些，然后包括讲说那450万就捐吧。8月30号早上7点钟，检联大幅的搜索，当天晚上就送北检，那而且那天是礼拜5，接下来8月30号礼拜6。那所有相关这些，包括讲捐款的那个时间点，那到底捐了没有？然后包括刚讲到所有这些流程，这里头很多的一些事。小平，这里头所有相关的一些，包括这2天啦，包括有人讲说，是不是包括钱捐出去，捐的钱是不是有拿到柯文哲带回家？类似所有这些，你觉得这些对陈佩琪，为什么陈佩琪他最近会告这个告那个？我也不懂，他应该要告你啊，因为你是最早出来讲说有没有那个什么政治献金的钱没有收据的，你讲过嘛，对不对？讲过啊，那就是两个场合嘛。对啊，为什么你没有被告？我应该告你啊。不是，他一定会问过那个柯文哲说真的有这个事，结果不能告嘛。你觉得人地实事都很清楚了，他告是诬告啊。可是这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包括这些简讯，所有这些出来，这个你觉得对柯文哲？甚或对陈佩琪、对陈志涵，所有这些人影响是什么？细节我都不讲，我讲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的小女儿都有涉入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组一个叫做，就发生事以后了，东窗事发，他组了一个柯文哲、李文忠、李文娟、黄珊珊一个叫 Line 里面有传来传去应变小组、危机应变小组。那就是在看嘛，有黄珊珊涉入多少，请检察官来看嘛。可是今天穆可还想弄成民众党的党营事业。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李文忠讲说，就是说他的小女儿也参与，有这样的对话，那就查他小女儿，这个很麻烦的啊。这个因为查小女儿的话，小女儿的这种涉案程度一定比阿瑶低很多很多了，大家同意吧？这个概念，那表示会查阿瑶了，阿瑶他儿子啊，我就会传他儿子的。小女儿的这种涉案程度一定比阿瑶低很多很多了，大家同意吧？这个概念，那表示会查阿瑶了。阿瑶他儿子啊，我就会传他儿子的，因为后续还没弄完嘛，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民众党我是担心他这个态度会团灭，因为我们能不能当议员是地方制度法的规范，是内政部，很严的。如果你判刑7个月没有1颗罚金。如果你真的抓去关，议员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跟立法委员不一样。2个是最有戏，我认为2个如果不出事是一定会连任的。台北市议员，一个陈佑成，一个学姐，这2个我觉得很稳。黄珊珊的内湖南港的基础跟学姐的流行度，另外2个比较顶懂害了，他总共4个。那请问这个学姐，她现在看起来不认的样子，那陈志涵也是很重要的发言人，那涉入的当然比这些议员还深，然后这个陈佑成都有分论，如果他们的口径一致，还是搞政治，维持阿北能量，维持民众党能量，维持议员能量的话，那就是不会认罪就是我跟你拼了，对不对？是啊，因为他们觉得他没有错，他为什么要认罪呢？不，我的看法啦，他们可以参考，我劝他们认罪，拼的话。
就议员都不能做，然后刚好倒霉的时候关的时候又刚好在选举，还不能选下一届议员，那就惨了。这个叫团灭。你觉得在政治上面会搞成这样？不认罪会团灭，会团灭，因为你伪证罪有可能涉及3条，伪证罪1年以上7年以下。那第二个，他们那个侵占公寓款，那个也是1年以上，这个7年以下。那我不晓得是不是一罪一罚，有好多笔嘛，每个斗内好多笔啊。这个随便搞一搞就1-2年呢，1-2年这个一定会拿掉议员呢。那刚好如果倒霉错过，还下次还不能选，那就差了6年呢。你知道，对，现在隔4年。那个党怎么可以搞到6-7年啊？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不要再搞什么政治能量了，因为陈志涵也看懂这是死棋了。因为陈志涵有基本的法律知识，说这个政治献金的钱几千万、4000多万挪到这个挪到木可啊，就屌啊嘛，就中了，你知道吗 ？OK， 刚刚一开始有跟观众朋友报告，包括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会赶到我们现场。那刚刚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 Thank you 哥。大家好 ，Thank you。这段话。大家终于知道黄崇仁那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他讲说要有一个要买一个民调中心，买一个民调公司嘛，1年花大概600万，然后大概固定成本每年600万，然后在选举那一年不太可能有机会接其他生意，金主不敢直接钱给我，但他们可以付钱给木可，当做是采购调查。黄崇仁那一段是找黄崇仁，结果黄崇仁讲说不是啊，他有支持的人，他也不想这样，那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木可。所以那个逻辑一直都是这样吗？对。如果从刚才这些，包括陈志涵他们一些的对话，刚讲到死棋说，所以表示他们大家都知道，政治现金是不能拿来这样用的。等于他政治人物，我相信阿苗这是基本 ABC 对不对？当然了。OK， 建议基本 ABC 是好。那小平这边他刚讲过了，所以如果政治人物都知道是这样的话，他们也知道。可是当发生那个以后，那为什么大家被说好结论？第一个什么故事串接起来什么这个？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的处理？好，选举不外乎两张票，选票跟钞票。但是呢，因为我们期许我们的政治人物、我们的民意代表不要透过政治这件事情来做生意，所以呢，有一句话叫做“政治是门好生意”，但是问题是这个生意不能够让自己。不能够明目张胆的让自己过得变得很富有，因此我们才会有需要什么贪污、图利、贿选，包含这个财产来源不明，都是限制。政治人物不可以，你要图利要图天下利这个是谁讲的？柯文哲也是这样讲，他是图天下利啊。好，可是问题是他不是啊。柯文哲现在他所有事情的本质是，他要想办法把这些财富变成他可控的钱包，可控的仓库嘛。所以他就不断的怎么样这里弄一个公司，那里弄一个民调，那里弄一个基金会，噼里啪啦这样子，他怎么样？这个叫海纳百川。他除了能够海纳百川的政治边缘人之外，他也可以海纳百川的不明财产。你要做生意 ，OK 啊，你来木可公司买；你要做民调，来我们这边有一个民调公司啊；你要做公益，我们有基金会，那这个就叫海纳百川嘛。所以他的海纳百川，这个叫屯田计划一启动之后，就开始各方的打算，还有什么钱可以赚？他的想法是还有什么钱可以赚呢？如果绕境的话，你看他在讲绕境，我们怎么把绕境变成一个现金的行为？原优惠怎么变现金？什么东西怎么变现金？可是这样子他就不是政治了啊！这样子其实是财团呐！不要叫柯主席，要叫柯总裁。咱基本上叫总裁啊，叫屌。也可以叫主席，沈庆金也是。沈庆金也是主席。沈主席。那这个是当时他们另外一个这个算他的赚钱的门路叫做民调公司。他说有个人叫做谢伯宏，谢伯宏要成立一个民调中心更正确来讲是民众党的 CIA 要分析资料那现在我们要买一家民调公司，固定成本大概是每年600万，我们也可以做生意，但是作为第3大党，在选举那一年不太有机会接生意，因为金主不敢直接给我钱，会有政治现金的问题，所以他们可以付钱给木可公司当做采购调查。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黄崇仁先生他说他有包一个 case 200万给木可公司。那是不是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其实也是政治现金？他都知道嘛？那这些民调公司呢？因为过去比较少讨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它的特色是什么？公司要卖产品要有市场差异嘛。它的特色是第一个，它叫客制化民调。
哦，因为民调公司电话打一打，一份作假嘛。他们你知道民调那个要很认真，几百个人打电话啊，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初选，蓝绿两党初选，然后我们比如说我跟尚义夫跟钟小平要争取台北市长，然后几百个人打民调。尚义夫没有资格，他是新北市民。好的，我也没有资格，我是台中市，现在是都不能举例了，是不是？好，对不起。然后我们3个人就要派幕僚去民调中心，去坐在那边看。然后他的门前面会有随机抽选，比如说你看那个人怪怪的，按18号，听18号在讲什么，然后呢，所有的电话都还会结束之后还送你一张光碟，好，然后那个随机采样情况怎么样啊，得到什么结果哈？可是民众党所这个谢伯宏成立的民调公司不用我们可以干嘛？我可以客制化，那柯文哲直接做成老2，然后去做蓝白合民调，有没有？然后而且它的价格还比人家高。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总统大选是花了900万做民调。我坦白讲啦，900万要做民调可以做几次呢？他可以天天出了呢。别人30万，我们15到30，他有办法做900万，所以这个900万不是谢伯宏这个民调公司吧？不是，对不对？不一样，对，那是另外一个就是求真，那是求真民调。但是呢，那就是求真有这个功能，求真有这个客制化民调。第一个，第二个，付钱做采购调查，其实就是在洗钱呢。我跟大家讲，选前2天他们的政治现金结余是5781万。选前2天他还有5700万，然后选前2天1月11号发了一篇文章，一人200救阿贝，100变200。你知道这个文宣呢？后面最后2天又多5000万。也就是说，其实蓝白合之后还有上亿的政治现金在他口袋里面。所以他每一次他都会用这种巧言令色然后这个转移焦点。我敢保证，没有1块钱放到我的口袋。你放的不那因为怎么样？几亿放不下口袋啊，口袋没那么大嘛。那口袋但是他放在哪里？放在不同的财库嘛。所以现在搬这个摊开来，哇，一大堆8大人家的国营事业8大行库，它是那个科营事业8大财库那你怎么钱怎么进来？好，我最后讲一下政治判断其实这一次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民众党搞不清楚他的状况是柯文哲的魅力是柯文哲独有的，他们辖下的人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有没有看过《鱿鱼游戏》第1关叫123木头人？柯文哲在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女生那个娃娃，他转头123木头人，然后民众党大家都不敢动。可是如果那个娃娃不见了，会变成那样变大乱斗。所以在柯文哲2度羁押确定的那一天，就是民众党开始走下坡的那一天。当天我们就看到蔡壁如跟陈之冉吵架了嘛。然后接下来就是陈佩琪又要骂谁又要骂谁，所以整个民众党乱成一锅。这个是什么问题？民众党其实你把它画一个圈圈蓝绿两边的板块站好了，上面的叫政治边缘人，下面的叫做中立理性白色选民。那白色选民有个特色，不沾锅。哎呀，你贪污啊？不是啊，我投给他，我又没有支持他贪污他贪污关我什么事？所以这一群人就走了。这一群人才是支撑柯文哲民众党最大的一块。而政治边缘人有哪些？黄国昌、黄珊珊、蔡正元、邱毅、毛家庆，这一些都在蓝绿可能不同的混过，所以民众党在这一群白色选民撤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党很好玩，你只要找2个人，加起来都有3个党，2人3党。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政治边缘人的集合体，而这一群政治边缘人跟白色可以说是天平的2端。只有柯文哲能够同时拿到这2个人的票，以下的所有人都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民众党分崩离析在所难免。OK。当然了，我相信所有的民调公都希望能够认真做好的民调，真的民调，包括求真啦。那只是民调出来以后，各方的解读会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柯文哲他也想要发展民调中心，他想要发展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但阿淼，我直接问，第一个，从这一篇，尤其是柯文哲跟陈之冉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你自己闻到的是什么味道？那一夫觉得说这是不是胜或要不要叫李文忠有没有要什么伪证串证的一些味道在里头？你自己闻到的是什么味道？第二个，我刚刚为什么要问小平？为什么陈佩琪最近针对，尤其针对你说许富顺医师啦，或是像另外他的那个募款的财务长这些，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告这些人？因为以前陈佩琪不会这样子啊。那现在这个逻辑的出现是为什么？是因为柯文哲又被羁押进去，他火了。我不要再跟你们温良恭俭让了，大家要战就来战，是这样吗？我觉得今天周刊披露出来了，我特别有去看这个民众党的记者会，对于今天周刊披露出来这些对话讲了什么？是我发现他们什么也没讲。那我想应该也是他们看过这个律师可能有给他们嘛842页的起诉书后面的证据清单提到这些，所以真的没办法反驳。
那其实那个3巨册的起诉书后面那个证据清单的部分哦，比190页的摘要更精彩。当然，因为证据清单里面呢，很多时候会把证人讲的什么东西都把它写进去。哦，那前面190页是跟你讲说这个叫做故事大纲，后面呢是这些支撑这个故事成为事实的材料。后面呢是这些支撑这个故事成为事实的材料。那我今天看到周刊讲的那一段哈，关于陈志涵传给柯文哲的讯息哦，我突然想通一点啊，我突然想通他们这个党的专长在哪里？因为他们这个党过去我们看到说懂的东西很少嘛，柯文哲做台北市长8年，满意度吊车尾，然后这个我质询的时候他说金华城案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到法院上说他都不懂，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情，你就说那他到底懂什么？今天那个赖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4个字，故事串接。就是陈志涵跟柯文哲讲说，李文忠讲的这个会是死棋，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想想看怎么保住您，就是柯文哲，保住您的政治能量。哦，那其实陈志涵在帮柯文哲想办法嘛，他自己也知道这问题很大，所以他们的逻辑出发有很多是在政治上考量这些问题，如何把这个故事串到一个他们的支持者听了会可以接受的。就是柯文哲直接回陈志涵说结论逗点，故事要串接。我会说哇，这就是他一路走来这10年最厉害的地方，因为他总是可以在更多东西还没浮上台面之前，先圆一个故事出来给你听。像是他们在讲说都委会是共视觉，这个就是故事串接啊。他在讲说柯文哲在这个金华城容积案没有角色，要怎么讲没有角色？他是市长好。都是都委会委员的错，他们共视觉。那后来呢？这个便当会会议记录才浮上台面，然后发现说，都委会的主席彭正生不就是你柯文哲指派的金华城的 PM 吗？专案经理，那怎么办？说都是彭正生，这柯文哲不知情因为柯文哲最后那个公告的章假章是彭正生代盖的。那整个浮上台面之后。再看起诉书，还发现说原来都发局有这么多公务员，有一个邵秀佩当时科长，有一个杨科长，还有一个张承办人，都去了。而且承办人讲出他的公文有一张上面写说不移送都委会研议，被退2次，直到那句被改掉，这个公文才过关。这些种种呢，全讲出来之后，这个民众党没话讲，故事串接不下去嘛，乱了，短路了，秀抖了，怎么办？没关系，讲新故事。陈佩琪讲的这个就是新故事嘛，就说许富顺医师，这是以前的柯文哲帮他助选的，也是他学生，跑去脸书上留言说以前曾经亲眼看过，把这个募款的金额带回家，这些种种，而且下面还具名一般在网络上讲这些通常都是不具名的，键盘的居多，因为有怕被告。可是具名表示说不怕被告嘛，要不然要来你来啊，对不对？又没有言论免责权。那这个时候，这个故事被讲出来怎么办？刚好落入说什么？2014年的时候，我们有整理看到这个史书华的收据我们赶快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你看，10年前我有开收据给史书华，然后怎么样？再请陈佩琪出来讲个故事串接，出来告这个学生，我要告你你诽谤还要加民事告诉要告什么？其实现在他们在串接一个新的故事嘛，你看。陈志汉又带陈佩琪回应了，他说：“这10年来，许富顺都没有跟他讲过嘛，对不对？然后为求慎重，请许富顺讲出是谁给了多少钱，我才要去查查看柯文哲有没有把这一笔这个存进去。串了一个新故事之后，让他支持者听了，因为这礼拜这周末要上街动员嘛，对，所以气势不能散嘛。师母陈佩琪跳出来告学生，哇！”这个站得住脚，非常好，拿出史书华的10万块收据，站得住脚，一起上街挺柯 P。可是不要忘了，这故事往后真的串接了起来嘛？你看，许富顺指控什么？许富顺指控说，他看过把募款的金额带回家，对，就是这一句嘛，就这一句嘛。来，陈佩琪说，为求慎重过去柯文哲带回家后的隔天，
确认有没有存入政治现金专户，因为过去曾有支持者在参会上捐，但是银行关了，所以才委请幕僚处理后续作业，问身份证字号和地址，再寄捐款收据，可证明有存入专户。这一段话简单的阅读测验，所以有没有把募款来的钱带回家？有啊。按照他讲的这一段就是有啊，不是吗？因为银行关了，我没办法处理了。柯文哲带回家后的隔天，我要确认有没有存进去。各位。这个事情，如果是许富顺被告的话，他不就在庭上跟他讲说，陈佩琪自己也有讲这个啊，反而证明许富顺所言不虚嘛。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后来到法院上搞才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但现在要的是什么？现在要的是今天星期2、3、4、5这几天要串接出新的故事来，鼓励支持者去上街挺柯啊。这个是他们这整个党一直在做的事情包括了刚讲到的这个。捐钱，这也是故事串接啊，不是吗？你要讲说，被查出450万买股票，要怎么驳斥？没关系，我们做一张 Word 表，对不对？他们一直在酸说检察官怎么 Excel Pay， 现在他们说那没关系，我们做一张 Word 表来表示我们有捐款，Word Pay 哈，对。但是你说什么？你说我们愿意相信，对我愿意相信，因为这几个我打勾的3个单位，目前网络上查到。都有收到钱，所以我相信你这个真的有捐，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日期根本都不拢啊。刚才义善讲说，这个彰化县150万是9月5号，那柯文哲已经被羁押了嘞，被羁押还可以捐150万，这个很厉害吧？第二个，你看另外这2笔我们查得到有记录的，这个是在8月29号捐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8月29号，应小维已经被捕了，就是柯文哲被搜索前一天。然后那个时候450万这件事情已经传得风风火火了，突然说那我捐一个8月29号。刚才镜头上面那个是柯文哲在8月29号一次澄清记者会讲的，对啊，说那就把它捐出去，该捐就捐，该捐就捐。但是陈志汉讲什么？陈志汉就讲说8月已经捐完了。那问题是这个并没有8月已经捐完啊。按照你这个讲的事实，150是9月来捐啊，其他这几笔是8月底像这一笔46万的。那个单位他整个8月公布的是公布在一起，但是柯文哲捐的那一笔就是在8月1号到8月31那一栏的最后一笔，最底下那一笔。那你说，你们已经到了东窗事发才在那边捐，这个就我们看得懂的人来讲，你根本就是被抓到了才把赃款捐出嘛。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陈志汉口头讲早就捐完了，故事又串接起来。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故事串接的手法，一直不断的在圆各种的，包括他们之前说的谎，其实都翻页，讲橘子爱玩的啦、单纯的啦、留学生啦，现在全部被戳破啊。起诉书里面证据清单有讲啊，橘子凌晨4点买机票，当天搭第1班飞机飞出去。你告诉我哪一个留学生会在要去上第1堂课的那一天早上4点才买机票？你们过去讲的这些。好像都被戳破，但对这个党来说，他们不 care 不在意，因为过去故事串接了已经过关了，现在他们串新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要凝固住那一批剩下10%不离不弃，现在甚至还会再刷卡、再捐款、再缴1万块当做党员的支持者，然后收割了这些政治能量之后，再为现在在掌控这个人党的人所用嘛。所以如果真的讲的话，故事串接。如果照阿苗讲，这整个都是故事串接，最起码在短期里面是1月11号定勾机的时候，那不能够让人气溃散。然后在长期来看的话，就是整个政治能量能够保持着那个温度，是这样吗？所以橘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串接故事吗？所有刚才看到了，包括这所有的这些对话的那里头，那虽然每个人解读不一样，你的解读它也是故事串接的一环吗？史奇说这篇文章非常的精彩了。我应该讲的就是讲，不管是8月12、8月14、8月19、8月22、8月28到8月29，全部的说明的情况，我应该是讲说，李文忠公开的负责任说，我完全不知情。柯文哲说我被50年的同学骗了。那李文娟才是实质的负责人哦。那李文娟负责人他说我完全听我哥哥的，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大家互相推在串吗？那第二个，这篇文里面很明确的一件事情，之前柯文哲都说
穆可不关他的事，他都不清楚。但是这一篇文里面很清楚了，柯文哲从头到尾都有实质影响力。这个东西未来在侵占公益款这部分跑不掉。民众党以现阶段来讲，如同柏惟所讲的，第二阶段也是第二次升压的时候、续压的时候。其实民众党已经开始从高走下坡，所有的小草，我们认识的年轻人，其实之前支持民众党的，甚至于孙子跟阿嬷阿公吵架的，你买给我倒下面民进党，我就是要倒柯文哲。这些人到目前现在看到这个都摇头，说到民众党完全不讲话。然后呢，阿公阿嬷如果问这些孙子，东西叫你卖支持，你支持。拢你在讲啦，连讲话都不讲话，那代表民众党现在当时在他们党内选举的时候，出来投票的只有12%多。那依照这样来讲，他们只剩人头党员。最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原则上只是要衬托黄国昌，我可以有实质影响力，加这么多人进来。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同时退党的有多少人？你不能说我只加进来了，退党的我都不讲。加的也不是真的。对，也不是他说的8000有8000呢，那么多，我觉得也不。钟小平就动员3000了，这不一定。这个是党主席，他们党的乱讲，尊重一下论述。他插话，没有，应该说依照这样的，他们现在的目的到底是1月11定国一的实质目的，我认为这只是虚晃一招。黄国昌他其实自己内心也是蛮空虚的，他担心他动不出来，不然他找朱立伦干嘛？告他的是谁？是这个在喝水的这一位啊，咖啡。真正的告他的是国民党，他为什么不敢1月11号去订购机？他怕被丢鸡蛋呢？滚钉床，准备钉床给你滚。我去说你啦，对啊，你去会被丢鸡蛋？我又不是精神病患嘛。在你中正万华区，别人的场子我不想去，我怎么可以去嘛？没有，所以依照现在这样讲，我认为黄国昌目前其实他是心虚，他不知道他到底的能量有多少，想要借由这一次，那为什么连馆长这一次他都没有去拜托馆长呢？搞不好，我个人认为黄国昌这种馆长力度啊好的好啊。这一次他都没有去拜托馆长呢，搞不好我个人认为黄国昌这种馆长力度啊好的好啊。我现在不见得需要你，我已经当到党主席。建议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柯文哲，如果真的讲的话，包括刚讲那个许淑任医师啦。还有那个郑淑馨他们所提的那件事情，因为陈佩琪已经收告了嘛，那许淑珍医师讲说，如果陈佩琪要告，那他也愿意尊重，他也愿意承受，那因为是他的师母，只是他是要凸显一个价值的问题。这整件事情，我记得是姚立明姚老师好像在2018年，因为那时候已经跟民党分道扬镳了嘛，所以那仗打得非常惨烈嘛，最后险胜3000票嘛，而且过程是边投票边开票，什么一大堆这些嘛。那一段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他是因为那个原因，所以造成他会觉得说，政治某种程度，如果有人愿意抖内，我也不见得都要申报或什么，才会出现后期看到的这些吗？是因为这个样子吗？其实后期抖内我们觉得，这在小平讲的，他2014已经变坏了。其实我不瞒你说，许医师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建设公司，那当时候他们在第一届选举的，他跟陈佩琪2个人还跟他们夫妻合影，当天一个医师约了10桌，一个人10万块，到目前为止他也在跟我 argue， 当年也没给我收据啊，1000万现场就拿走。可是他们可以给那个史硕华收据，而且你如果看他们拿出来那个什么时候有人捐，然后中间还打电话确认，然后什么这些，他都列出来给你看的。但问题是。监察院的那个政治现金申报上面是找不到的，这张收据这张条子当然用完要缴回去嘛。我记得那一本是用不完要缴回去嘛。那这个问题，这应该要说明的是你民众党不是实数啊。陈正有回答你这个问题。他说只要捐款当事人想找捐款记录或收据，跟民众党联络都可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民众党，2014还没有民众党。可是他的意思是要凸显说都有。你们只要有人有疑义，好不好？包括史书华，包括所有人，你们只要问，他都可以找出来给你看。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问一下谢国良为什么没有？没有，大家现在在讲谢国良。踩飞轮的嘉义大山人为什么没有？我直接讲了，2014年的民进党有一个非常坚强的选举团队，帮他的所有的捐款跟公账的部分处理得非常好。但是私账我就不敢讲了。许富顺讲拿了钱回家之后有没有报进公账里面，这个我不敢讲。义正。你刚刚讲的这一段，陈志海已经想到你的问题了。
你刚刚问的是谢国良，只要捐款当事人。所以谢国良，如果你妈妈想要找这个收据，那麻烦跟我们联络。你请他妈妈跟我联络。张义善，你没有捐，那你没有办法帮谢国良他妈妈要妙天1000万，抱歉，只要捐款当事人想，我就给你们看。几个当事人会去找，所以故事串接了嘛，成功串接了。没有啦，应该是讲说，民众党是哪一年成立的？人家在问你2014，你陈志涵2014在哪里？你现在有办法去找说史书华的收据。那先不要讲这个部分，你有你的说法，人家捐款人有捐款人的想法，跟他的意见跟问题。那你要讲说申报的部分更清楚的，您刚才说到姚立明老师所说的内容，来看一下，我真的要替姚立明讲一下。当时候帮柯文哲选上了台北市长，那结果在监察委员投票，他这8票没有1票投给姚立明，我是觉得好可惜。你说大法官啦，大法官啦，对啊，那个副院长。那姚立明老师他说过，当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一件事情？柯文哲选市长最让人家敬佩的一件事情，我的钱够了，我关账。是。姚立明当时候任总干事，那总干事讲说关账了以后的账就不代表跟我总干事没有关系了，那也就是之前募的东西我负责消化完，因为我钱已经够了。结果姚立明老师在2018 3月也曾经讲过说，关账的时候应该是花了5000多万，那为什么到最后变1亿3000多万？当时候柯文哲还讲说多花的5700多万的部分，那你要不要来帮我开个机会说明一下？那姚老师说你要让我说明可以，你把收据领据所有的相关资料摊给我看，那必要最后面我看完结果，我会帮你开个记者会。结果姚立明老师说，就一般的我们便当自助餐店不是都开免用统一发票开一个收据，这收据就写一个文宣500万，他看到1张500万也就算了，就看到第2张、第3张加起来林林总总2、3千万，他从5000多万报到那个财产申报。政治现金使用到1亿3000多，这多当中的钱，他光看到这几张收据将近2、3千万，他就很下课。所以陈志涵，你现在在讲说你们的收没问题，那拜托你把姚立明老师这个问题也讲清楚，为什么1张收据就可以有500万？能帮你收500万文宣的公司，难道会没有发票吗？这也就是柯文哲在2014，如同钟小平讲的，他那时候就已经变坏了。那民主进步党当时候帮他的凶手罪魁祸首，我熊逼啊，这个就张义善了。张义善对，等一下说明。好，所以这个部分，张义善斩首示众才对。姚立明老师最后面也说了说，监察院报告里面都有资料，那很简单，调出来讲清楚。大家也想要怀疑柯文哲，你是真的选总统时候才变坏，还是2014的时候你就没有讲实话？我觉得陈志涵，你与其说任何捐赠的人都希望要收据的话，麻烦打电话给民众党党部。2014民众党还没有成立，你有本事找到2014的，那麻烦你顺便把姚立明老师这个问题也一并回答，让民众让小草知道当时的柯文哲到底变坏了没？可是好，建议你刚刚讲说你有朋友，也是讲说有捐，但是没有收据。小平也讲，你到刚才在讲，当然每个人讲的要各负严责，我相信你们都各有各自的所本。但陈佩琪就讲说，就是没有这样，你们好歹讲出人事实地物给我看，而且当你们讲，你们不是今天讲嘛，对不对？那站在节目立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我没有办法帮各方证实，因为两边各方说法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当陈佩琪都没有告以前，那大家讲，你们现在还愿意这样讲，你也还是这样讲，对啊。那显然你们也不担心会被告，那为什么许富正讲了以后他就被告？为什么郑淑金讲了以后他就被告？为什么就告他们两个？那为什么陈佩琪要不要告洪建义，还有钟小平？因为他们两个都讲，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那个鸡蛋外面那个红土，那这两个人的一男一女啊，是那个蛋黄那会出大事的。他知道为什么会出大事？好，来，为什么我先讲，许富顺都跟着他嘛，就支持他的师父嘛，对。然后知道太多事嘛，许富顺说看到麻包装钱，对不对？等等，好，那这个郑淑馨更厉害，郑淑馨是跟着阿扁的。那后来阿扁不是出事贪污要干嘛？他就把阿扁就安排他到那凯达格兰的那个校友会当教务长。然后他的你知道，然后加上以前那时候2014他是深绿嘛，阿扁。那阿扁呢又是那个阿扁的医疗小组的召集人。这个实在太吸引台派跟独派的人了。台派独派很有钱啊，很多从美国回来捐钱啊，而这个钱很多人找这些人捐的，谁捐？就郑淑馨这个人动他还得了？
不，这个人再怎么样，因为他也看到郑淑馨是一个很 nice、很低调、话还是少的，就是个秘书，典型的秘书的样子。然后他也在赌什么，你知道吗？我说他了，我说这个阿扁的太太啊，陈佩琪要赌什么？赌这个郑淑馨是个乖巧的女生，不张扬。那赌这个不是许孝顺，是许富顺哈。许富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是不是还念一下师徒之情？是啊，他到现在还称师母啊。他下险棋啊，还赌这个，不是他下什么棋？他已经说要告了，他已经说告许富顺，许富顺也已经讲说那要告，他也愿意承受。这样，你知道告下去，他告的是加重诽谤。你告加重诽谤，阿苗刚刚有讲嘛，就是人家都有讲说，哎。他是讲说有没有来源不明的钱，然后结果就拿回家。那如果照阿苗刚刚那样讲的话，就是那你回应的时候也有说，因为银行关门了，那就先这样处理。第二天可是第二天你要去证明第二天这件事。一般人哦，我弟说他们要去，如果大家打官司，你知道吗？大家就各自把这些来证明嘛。现在变举证责任。对他这样推直这样动。重点是这样，告了没？没告哦。你觉得只是喊一喊吗？陈佩琪看起来很认真哦，我只是喊一喊，不还没告，过24小时了嘛，那个应该今天的中午就要告了嘛，对不对？好，已经好。那重点是，就一般人哦，哎，政治人物我惹不起，我就是个小市民，我就是个医生嘛，我就是个秘书嘛，虽然也一定的地位，可是觉得很烦嘛。他陷入他不是他的问题，他家人会怎么想？现在就是我先恐吓你，我丢存的信函，对不对？还没告，这个是最厉害的玩意儿，你知道，就是别人怕麻烦嘛，丢存的信函，丢律师函嘛，你把它解释清楚，到底你为什么凭什么可以这样讲？他觉得你乱讲，他赌什么赌，他也不解释，然后那他也不再讲话了。今天这个叫什么？那个许富顺，你就知道另外一个名嘴哈，就上帮他讲什么，还有一些赖传来传去，至少本人没有出来，杀伤力差很多很多。哦，今天如果开记者会这样开就倒了，好不好？是不是？所以我看他在赌这个东西。没有，应该是说小平，我个人我的见解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就是说，假设他今天真的告了，那等于是检察官要令赖然侦办这个侵占公益罪，这是一件事情。对啊。第二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一罪一罚。第二件事情。如果他今天真的告了他的学生，这个跟这个小姐，这个谢小姐的话，郑小姐的话，那换个角度，如果你告了，其实很多东西会有连锁效应，引发了众怒，或者很多人真的捐你，同样情况，他会不会跳出来一一开始指证？这个效果才是吓人的。那如果这样，我就不会告啊！所以说看起来他们可是看起来他是很认真的说要告啊，很认真。他们现在讲话不要相信。他的告法，我觉得他那个脸书的写法，感觉起来就像是陈志涵的用语，不像陈佩琪的用语不会这么的尖锐，这么的杀啦。那如果说今天是陈志涵的做法，那如果真的告的，我告诉大家，今天我刚才讲的东西是喜来登饭店。那也有人你连地点都讲喜来登饭店。那哪一天几桌多少人夫妻还送白色力量当场签名，跟人家每一个合照。然后当然金额没有说刚才说的几千万，但是那10桌加起来也是近1000万，那也是现场啊。到最后到现在也没有收据啊。我跟柯文哲，我们2014跟他好的时候，还拜托我说你收起爱亏我，也到现在都没有。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我跟柯文哲到后来，我连讲话我也不想跟他讲话。三哥你要补什么？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党他的政治路线叫做包牌嘛。所以请问一下，他们现在是相信司法还是不相信司法？相信司法的话，所以陈佩琪喊提告嘛。那告赢了就刚好叫他闭嘴啊，告输了司法再次迫害嘛。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包牌党的厉害。我不认为他们有那么心机啦。这件事情除了吸反应的喊提告之外啦，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可能的政治效应，这个是可以分析的，但只是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聪明。2024年捐给他的人是谁？是国民党，是蓝白合。2014捐给他的是谁？是绿营的。对啊，都绿营的金主多。这样子是不是大家就搞在一起了？是不是又回到蓝绿一样烂的论述了？柯文哲拿钱不就是你们这些人教我的？好啊，然后就开始乱搞。对不对？被人拿钱的，对，我跟你讲，对，不是，我们要进入8期的领域，他们一定是这样子讲的啦。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柯文哲啊，他是不是偶像毛泽东？共产党内斗的时候，最擅长使用3个字叫蓝金黄。蓝是网络社群舆论，所以我们看到黄国昌；金是金钱，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他用所谓的金钱权力来斗争。第3个黄是情色嘛，有个人叫杨惠茹，刚刚他办园游会，
他说他手脚不干净，就把他踢出去决策而去。有个人叫林志嘉，他之前帮他用医界联盟，他就说他的手脚不干净，就把他踢出去。现在是许富顺嘛，所以是一样的东西嘛。有一个事情大家没有听过的，我有一次问柯文哲说，你为什么跟民进党翻脸？他就直接跟我讲，林远哪有钱？私底下谁？李应元啊？李应元。对，他说李应元帮他募款。对啦，他就说李应元手脚不干净。可是我认识的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跟我的理解是平行世界。你有没有去问李运元后来？虽然现在没办法走了，我就说你后来有，当时就没有，当时就不在了，所以他当时就不在。你问他的时候就不在了。对了。所以柯文哲他很擅长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要挟跟斗争。那现在陈佩琪的这个东西，我坦白讲，就是他们其中每一个分支学嘛。黄国昌就学网络的这一块啊，有的人就学金钱的这一块，有的人就学这一块啊，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内斗的起手式，就这样而已。来，医生，来，你是小平口中说要推出午门的，来。对我先讲起诉书里面柏拉图的这句话，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检察官写的真好，就有权利之后如何行使，是衡量一个人的最好标准。柯文哲什么时候变坏的？他是有权利的时候就变坏的。而他有什么权利，他就坏到什么程度。他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有 MG149有发票案，他选2014年的时候，其实对于竞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已经听过很多所谓的不开发票的事情了。他在2018年成立政党之后，他做了我们在起诉书看到的那些事情。你刚刚讲前面一段，有很多人也怪到你们的头上，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那时候你们真的都听过甚或老像许富正现在出来讲说他看到，有人就是说，那你们过程为什么都没有人讲？那包括现在民众党陈彩也出来跟你讲，10年以前你们为什么不说？现在等到柯文哲现在落难了，你们每个人都出来踹他一脚，他们现在就这样讲，或是柯文哲会变大。那也是你们大家一手这样弄成的。10年前有人讲，有没有新闻，有没有相关的报道？10年以前也有土地的问题，也有违建的问题，都有报道哦。为什么大家希望柯文哲改变？你自己要变好。我还是要说，柯文哲素人从政，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是一个善良的民主，为什么呢？他希望我们素人从政，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拱上去了，我们希望除了你改变之外，还可以改变这个政治环境。但是柯文哲的问题就是都没变，而且是权力越大，变得越坏。回过头来讲到2014年的许富顺这件事情。许富顺是他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跟民进党也没关系啊。他医学院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3个系统，一个是民进党的系统，大部分是我在帮忙揪，所以大家都怪我嘛。另外就是台大学生医学院的学生的部分，就是许富顺在带。另外就是汉草系统，柯文哲的民间有人，后来就是邱玉凯邱玉凯后来就是在悠游卡公司里面。那个时候许富顺就已经被称作 CIA 了，所以 CIA 是柯文哲的口头禅。那个时候许富正就已经被称作 CIA 了，所以 CIA 是柯文哲的口头禅。他常常问我说：“许富顺是不是 CIA 派来的？”我说：“那你学生，你还问我说他不是 CIA 派来的？”他常常讲人家 CIA， 所以 CIA 这个口头禅包含他民调中心为什么说就是 CIA， 其实他常常用 CIA 来做一个调查员的一个代称。所以许富顺跟他好不好？当然很好嘛。当初许富顺本来就要开一家公司，后来被决策挡掉嘛。那时候就是柯文哲的想法，那时候他就有木可公关公司的想法了，但是被所谓的民进党挡下来说，如果你要贩卖小物，你从政治现金用捐款收据就可以处理了，你不必要自找麻烦开一间公司嘛。所以柯文哲在2014年就有开公司的想法，他本来就坏，他本来就觉得我透过所谓的捐款跟收据，我可以自己赚钱之外，而且为什么我一直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名单寄到 Excel 档？你跟我投名状，你捐款给我，你一定不敢讲我，所以他为什么要寄到 Excel 档？包含你们在质疑说绿营为什么2015年不敢讲，因为捐款人都觉得闹亏被诈骗了嘛，被诈骗的人一定不敢讲。你看很多诈骗集团为什么可以得逞，很多原因是被诈骗的人不敢
不敢去讲，因为丢脸。所以他就绑架了这些人，包含2014年的民进党的相关的支持者。而民进党的相关支持者陈佩琪的角色是什么？2014年4月25号正式的政治现金专户成立之前，是谁在管账？陈佩琪不要躲，就是你。就是你在管账。你有没有把在前面到2014年的4月25号政治现金成立之前，所有的钱到政治现金里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关账？11月，他2个礼拜前就关账。关账之后有没有人捐款？捐款就已经不能捐到政治现金了。有没有人捐到许富顺说的你家里面去？然后你没有办法再因为关账啦，你也没办法再报到政治现金里面。不要再跟我讲李议员，如果今天没有李议员扛起责任，在那一年里面当财务长，财务长是那个郑淑馨，他是财务的总干事，等于是整管所谓的财务的报账的所有的政治现金这个部分。OK， 如果不是李议员，今天你陈佩琪拿得出这张单据吗？今天我问了所有2018年、2024年的这一团烂账，你们现在拿得出单据吗？如果没有李议员，你拿不出单据。所以你今天如果再把责任推到2014年，民进党帮你的这些团队，你这个叫做无耻。OK，Thank you。回答一个问题，1月11号定购 K， 黄国昌说要让你们大家看毛毛雨有多大。现在都把他们讲成不干，不，他到时候就让你们知道毛毛雨有多大。黄国昌现在其实我认为民众党最大的问题是路线的问题啦。就是说，那接下来你到底要干嘛？你现在除了抱紧国民党大腿，他政治论述上没有新的东西啊。那本来有一个要成立柯氏集团的柯皇上，现在也进去了啊。所以民众党下一步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你要启动一个政治力量往某一个方向开的时候，你要先确定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所以他办这个游行，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办嘛。柯文哲刚第一次被羁押的时候，他们就办了，对不对？在那边赖清德放人，变成挺贪污游行。如果最后确定的话，那现在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以前啊是用柯文哲的惨状啊，接下来这柯文哲还是实质领袖，所以大家在那边假腰跪给谁离不敢接党主席。但这一仗就是柯文哲的政治遗产了。以前是现金。柯文哲还在，有本事就来我背后拿。现在柯文哲不在了，就看谁比较会搬。所以这个叫政治遗产的确定，这第一步起手式。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柯粉真正的柯粉跟肠粉是不相容的。柯文哲跟黄国昌是对决过的，什么时候？2020年，一个时代力量，一个民众党。各自发挥他们民粹领袖的这个政治魅力啊，然后去争取选票，最后柯文哲胜嘛。狭路相逢，投机者狭路相逢，小人胜。所以呢，黄国昌就败。射暗器啊，真的。狭路相逢，勇者随便。没有，他们两个是小人胜，因为他们是投机性格嘛。我说勇者当然是勇者胜啊。好，那所以黄国昌寄人篱下当柯文哲的小弟，这是一开始的样子。现在柯文哲被干掉了嘛？被干掉了之后，黄国昌他接下来要去分家产，这个行动。所以你去注意一件事情，整个党啊开始大乱斗，然后开始分崩离析啊。柯文哲变肉票，有没有看过夜市有一种食物叫沙威嘛？一坨肉串在那个一根钢棍上，需要就切2片。黄国昌想到就赖清德放人，阿喊饿了就切2片，再咬一口。司法迫害战饿了再切2片。陈佩琪陈志涵共视觉再切2片。整个民众党把柯文哲当沙威玛在切，没办法，柯文哲现在没办法讲话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民众党政治分家产的一个大活动。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劝告身边的民众党支持者啦，你爱不爱谁，爱不爱黄国昌、柯文哲、民众党，我都没有意见啦。你是分多少啦？他们整个都在拼现金集团，你是分多少？你没有分的话，你如果要以政治理念去，那请问一下，这些政治理念的诉求是什么？每一次都在讲司法，在讲政治，噼里啪啦乱讲，包牌政党。10年了，够了。我们对于这个10年来国民党做的最成功的政治工作，就是策反柯文哲跟黄国昌2个人，让他们以利益的这个私心大于当初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十分可惜啊。OK， 义夫，如果照刚刚那样讲，有许富正或者郑淑先讲这个，未来还会有更多人会跳出来讲类似的一些事情吗？如果被告了以后，那照刚刚建议讲说，未来会不会有更多人就直接跳出来？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描述吗？最近有人都在帮柯文哲，好像在帮他们家算你的收入多少钱，然后捐的多少钱，然后你的子女要花什么读书多少钱，你买商办，
算这些的意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刚才讲到你自己判断1月11号那个定购机会是什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人应该是应该还是有那样吧，有一定的人数啦哈，但是他到底要多少人可以代表一个实质上的意义？其实人数上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民调啦，你依据那个比例，就算全部出来吧，它能够代表实质意义到底有多大？我觉得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黄国昌上来以后，他必须透过一些政治的运动，要把小草凝聚起来，不能溃散就没了。好，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玩牌的时候，常有一句话叫“败而不溃”嘛，你还能再起。如果你一败溃了，你就是口袋里现金全掏光了，输光嘛。所以我觉得柯文哲黄国昌目前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所以他会很努力的打响柯文哲这一张牌，把小草都拉进来。他经过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把小草去转换成接受黄国昌的过程。可是那不就变成黄国昌会接收所有的民众党这样的一个政治资产？现在看来就是他只有他接收。当然。那贵党的王世坚说要跟黄珊珊合作弱化黄国昌啊，当然这也是个方法啦，但能不能实现再看了哈。所以他会变成一个这过程。那你说大家在帮他算钱，其实我很早就帮他算过了啦，其实都算过了。其实他在第一次、第二次选完的时候，我也帮他算过了。我的算法是你陈佩琪的脸书，然后你的申报，然后你几次脸书上面所写你们申报的财产等等去加总，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更正等等，怎么算？我从来没有一次算兜的拢过。我没有兜的拢过。大家会去算这个，其实他政治现金多少？抱歉，补助款他就拿了多少？补助款拿了1亿多就2次市长选举加总统选举。因为前面2次是没有政党所以是全党再加上他的总统分1/3 7000多万，他有超过1亿多。所以你说他一直都很没钱吗？不是3次选举1亿多，那还不包括他们家包括2个医生所有的收入，收入都不算都不算嘛，对不对？我只算3次选举的补助款就破亿就破亿但是回过头来一句话，你医生的收入，我们再算半天，其实你有没有算到小孩的支出？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美国，之前2个也都在国外。你1个月的支出，你1个月的收入顶不住你养3个在国外念书的小孩，这顶不住。顶得住吗？顶不住。所以你一直在讲收入，我根本觉得收入有时候不是重点，是支出才是重点。如果你收入200万，你的支出300万，然后加上合法的，你钱还能多，这就很奇怪。所以大家在算什么？其实在算你的收支到底相不相符，还有。你为什么？我就说财产来源不明罪，那就是有不相符出现嘛，不然不会另外这么办嘛，所以钱一直会是柯文哲的罩门。现阶段钱一定是罩门，因为你从政治现金，你从金华城，未来可能北市科，本来果菜市场等等一路办下去，图利是一回事，最后这个财产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你看，一路上面北检，他还没有放弃在查钱，他还在努力，不然他不会财产来源不明罪，另案侦办这件事。然后附带提一下，柯文哲赢太多了。你看湖南省的永安市的东安县。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任，他贪了多少钱？993万多人民币。人民币。他怎么贪？
第一，他负责物业嘛，所以你的维修费要缴给我嘛。第一个，他之前就是用自己写字条，说啊那样收，然后后面觉得这样不太好，开收据，然后开假收据给你，然后我不上线，所以后台没有收到这张收据，你钱给我就拿走，到最后把收款的 QR code 2条码直接推到窗户上面。然后那个2条码你扫完了以后，钱就进他私人账户。他被查出来，就是因为有一天一个监委看，然后把那个线上的跟实质的拿来对，才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才发现这件事。你看，假收据也有 ，QR code 也有，然后现在被抓，然后你看我们柯文哲这件事情，我们早就在做了。OK。一副没有影射任何其他雷同的一些事情，到底会是怎么样？好，那你说柯文哲这个案子，因为已经被起诉了，1月23号就要开第一次的那个审判庭，要第一次。接下来呢，那当然第一次没有柯文哲，但是后续大概案件的侦办过程不会太慢。但是现在对国内来讲的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打开电视有没有就感觉得到国内政坛的那个紧张的一个氛围，就是绿营喊出要罢蓝营41席。蓝营喊出要罢绿营38席，不多不少，刚好就是全部的区域立委全部都在这里头了。那反正因为民众党全部都是不分区，对，现在小平，所以大家接下来今年本来今年说是没有选举嘛，到了明年才是地方选举，2028是中央选举，所以今年真的就是大罢免吗？真的两边都要这样对干吗？你们是认真要这样做吗？其实我们是温良恭俭让的政党，我们是被迫的迎战。好，应该这样说这个就是旧法还是新法选罢法？选罢法如果总统不公告，用种种的原因细节不要讲，就是还是维持旧法的话，是那个联署什么新丰协议。因为新法是叫你联署10%，一个区大概就30万公民联署3万个或接近3万个，那叫做又填的吧？填身份证1%、10%，然后25%嘛。对。那现在新法改成，根本不要提后面什么当选加1啦，附身份证。我认为没有一个选区连得到10%身份证拿得到啦，太难了啦。我认为没有一个选区连得到10%身份证拿得到啦，太难了啦。我很务实，因为我罢免过，很务实。很务实哈，这第一个。好，我们就要回到说，万一挡下来的民进党，会是进入一个大罢免时代。而且大免时代是很可怕，就是那党内一定是鹰派赢鸽派嘛。现在看起来鹰派蔡英文那一派是鹰派哦。你知道是老鹰的鹰哦。你看其实老柯喊双罢嘛，对不对？对啊，老柯就算了，对，老柯当然是鹰派嘛。老柯也，你看这8年呼风唤雨，你是压倒性的立委人数嘛，第二个陈时中出来，陈时中是政委，陈时中是鹰派的执行长那现在政务委员那他也这样喊说这样大罢免，我觉得卡在一个人我也问过一些比较绿营的企业主，也在骂赖清德，他们认为赖清德去抓郑文灿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人就是秀景，我讲政治是这样的，因为郑文灿的朋友遍布全国，郑文灿的民间力量是很强大，就是说对郑文灿是不是过狠干嘛？那还有讲如果不动他，郑文灿如果不出事选新北的话就很强等等。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是比较肯谈的总统，赖清德是比较不肯谈，比较硬啦。我就这样干所以其实杀郑文灿，我支持他动郑文灿，我先声明。可是政治不是只有对错，也有这种隐然的力量后面，你知道？所以是伤到民进党的。那再来呢？就是他们这样喊，也是另类的夺权老柯只是我们赵少康讲说，这老柯不知京戏是何戏，你根本不是个大咖的嘛。当然是那个总统比较厉害，那你还讲那些力量小、讲狠话，然后等等，还要罢什么韩国瑜等等，人未走茶亦凉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老柯，你等着看好了。下一个，那除了他内部分裂以外，那我们在防范什么事？我们2个党，我就顺便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对民进党的大罢免，我们是一定会，如果实施的话，我们立委席次会变少，它会变多，会不会多到57？不一定，可是会变成最大党民进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对白嘞。现在所谓蓝白合有几种，第一个就是无怨无悔支持柯文哲是第一种蓝，第二种蓝是全力支持黄国昌是第二种蓝，特别是傅昆萁跟黄国昌。第三种蓝是我要都是蓝白合，我要弱化它，你变小了再来谈和。我是第三种人，我的想法。你把它弄得更小才好谈嘛。所以我们等于是其实因为我们的票跟白是很近重叠，所以我们有点腹背受。可是你刚才都已经讲，如果要是真的大罢免下去，你们的席次会变少，他们会变多，那他们就肯定往下干了。如果连周小平都讲，那就往下干了。所以现在的攻击的就焦点就是在那个，我们不会让那个法能够变成所以你们要尽量让那个法能够变成新法，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可是现在对你们来讲的话，那个喊出41席，是真的全党现在真的都要这样干？41席是全国，那真的叫遍地开花哎。首先，我当了民意代表将近20年，那一路从上面的卓荣泰、徐国勇教我政治上的入学这样的来学。我个人认为，政治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它不叫政治。那真正的政治原则上，你说不适任的人，本来选罢法就要针对不适任的人去罢免。那柯总召现在讲这样41席，那武哥你问我说，我们党内是不是全部动起来？我平常讲，我没有收到这样的 information。OK， 我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OK。但换个角度，如果是要真的这样罢免，党中央现在目前据说是有了解大家在开会这当中要怎么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柯总召的这种做法，因为毕竟我不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那立法委员是不是全部都支持？这个我不知道。但依照我基层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罢免是某些有特定的民众的那种压力，而且现在目前罢免来讲，并不是民进党提出来，都是所谓公民团体的。像公民团体也来找我说，议员你要不要一起罢免徐巧芯、王宏威？因为我们的立场如果出来，会让他整个模糊焦点。所以依照我现在的中央党部目前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因应或者是协助处理等等的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依照这样来讲，要这样全面罢免整个这样罢免，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主需要走到这样子。不适合的可以罢免，提出来反对的当然是选民可以反对。那至于说全面41，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这样的消息说我们要全面罢免。我觉得老柯都是背离政治 ABC 的言论呐，我觉得过头了。我觉得老柯好，当然不敢你说老柯那医生怎么样？我补充一下啦，国民党卖画廊怕救狼啊，是因为你们修了选罢法，再让罢免的浪潮再掀起。如果国民党真的要罢免啊，把复议案跟民进党一样，全部复议成功，反而罢免的浪潮反而会降低哦。所以我觉得老柯其实拉开一个战略纵深呐。其实接下来行政院有对于3个恶法的复议嘛，国民党如果有几个人因为这个所谓的罢免的压力，他只要不投票就好。叶元之可能不投票啊，好，那因为罢免声浪最高的是阿巴兹嘛，所以他最高嘛。那最高的人，如果国民党让了几席，说因为有罢免的可能，我们复议案成功，这3个恶法不要通过。这是第一点嘛，复议案你必须10面埋伏，网开一面嘛。网开一面是说，如果国民党的人如果不赞成复议案，支持行政院的复议案，你就可以不用罢免他嘛。这第二点叫做以战逼和，愿机调解嘛。总统已经愿意用宪法44条，其实他在元旦里面就有讲说，我要找所谓的韩国瑜来喝咖啡哦，其实已经降低身段，要去跟立法院做协调。当然不止立法院，因为这个3个法它牵涉到行政院，牵涉到司法院，所以依据宪法的44条来做院际协调，把这个3个法案看可不可以重新回到立法院去审议，这也会降低公民团体的罢免的力道哦。这个东西不是我说公民团体也没有铁板一块一定要罢叶元之哦，没有这样一回事。只要国民党对于他们的恶法愿意回到立法院里面重新修改，这个叫做以战逼和，院际调解嘛。但是如果国民党这2个条件、这2个战略，你们都拒绝了捍卫你们的这3大恶法的时候，那你叫公民团体如何？你要叫民战？医生，你刚刚讲的这2个，我直接问小平，你们可能会把选罢法这些再吞回去吗？其实70%的民意啊，其实所以这2个人就很重要，一个叫总统，一个叫立法院长。我支持哈，我民意也支持，就是院际调解权。有70%的人支持。大家觉得乱很烦。
你知道，就是我们变成两个吵架打架闹，老百姓觉得烦的，也不管内容了。可是你们的党团立法院看起来现在不是鹰派抬头，不会同意。对啊，不会同意就不会有133刚刚讲那个啊。不，我觉得赖清德跟韩国瑜谈还有机会。你说支持复议案多几个就你们就赢了，然后变成我们自己打自己的脸，这个是不会发生的。那我们的党团也倒了，我们面对现实吧。我应该跟小平补充一下，我们大家政治虽然我们是基层的议员，但我们跟立法院的一些还是有一些联系。那至于说你们要不要复议，这当然可能在立场上他们要复议的机会不大。对，但换了私底下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傅昆萁的做法。很多立委，尤其分区的，他不是因为他要被罢免，他赢的票数也多，但他们就是因为党团的运作，很多人没办法，他们其实认为傅昆萁在做的做法有点 over，那所以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个部分到底会不会引起到所有的罢免？如同易善所讲的，41席你们要怎么样？但是我只能说，民众已经不喜欢看到立法院这样吵吵闹，重点是1年的空转。葛医生，刚才小平也这样讲，那2个看起来现在国民党团很难做得到这2项，那怎么办？我还讲说，公民团体不是民进党可以控的。连柯建铭说他全面罢免都有公民团体说你不要来割我们稻草。真的啊，公民团体不是民进党可以喊得动的。但是公民团体为什么会发动这些动作？是因为国民党这3大恶法嘛。如果3大恶法无解，院际调解之后还没有讨论出一套解决的方式，那公民团体的罢免权当然会被行使嘛，因为罢免创制复决就是赖清德所说的更大的民主的一部分啊，你不能阻止所有的公民团体去发动这些东西，而民进党相对来讲，他也会有公民团体的压力，会协助他们去发动这个部分嘛。但是我觉得全面罢免是不可能的，重点突破倒是有可能，重点突破之后引发全面的罢免潮，就看国民党到底对于3大恶法有没有诚意，透过所有的方式来去做解套嘛？阿表，可是小平刚刚讲到一个，有人讲说，因为现在嘲笑伟大在立法院，那是造成很多可能赖清德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大概会觉得非常掣肘的一些的地方。但现在如果真的要用这个罢免，目的是希望把立法院的结构能够改变吗？立法院结构真的能够透过这样的一方式改变吗？或是未来如果真的要讲大罢免，当然你很难想象这边罢38个，那边罢41个，而且观众朋友，没有人规定这个罢免在同一天哦。那以后我们就今年这一整年就是过几天，哎呀哪一区要罢免，再过几天哪一区要罢免，一整年就在玩这件事吗？那就是走南韩的路，那国力就日渐消退，每天这边闹。那对，那怎么办？对台湾好吗？我觉得从最大的格局上面来讲啊，其实以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来讲，我觉得最后谁蓝绿白都是一样哦，谁有具体方法让国家走回正轨，谁就是赢家。就是这样。我们的国家现在显然不在正轨嘛。去年5月的时候，立法院拼了命嘛，打架呀，然后呢举手表决，硬要过一个违宪的法，对不对？然后呢，9月份的时候，大法官说，这个法违宪了啊，那一切退回到原点。那退回到原点之后，照理来讲，一个负责任的立院多数，应该是要你把你立的这个违宪的法修一修，修到合宪嘛。如果你真的要推动这个立院调查权，大法官说立院有调查权啊，只是你这个调查权啊越界了，那你就把它修到符合界限就好嘛。但是大蓝小蓝他选的另外一条是全面升高对抗的路。就是你大法官不让我修法，是不是？你说我违宪是不是？那我再弄个宪法诉讼法，把你大法官废掉。然后呢，再弄一个选罢法罢免这个联署要附身份证，去让民众感受到说，怎么我的罢免权现在你要把它收回去？大蓝小蓝他选的另外一条是全面升高对抗的路，就是你大法官不让我修法，是不是？你说我违宪是不是？那我再弄个宪法诉讼法，把你大法官废掉。然后呢，再弄一个选罢法罢免这个联署要附身份证，去让民众感受到说，怎么我的罢免权现在你要把它收回去？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个人叫黄国昌，他10年前是绝对反对罢免联署附身份证的。现在他反过来赞成了，所以这整个民怨被激起来之后，
我们的国家从去年5月的这个国会扩权偏离正轨之后，到现在是越来越偏嘛。好，那现在民进党有没有问题？其实民进党也面临到问题啊，因为现在整个的民进党的整个战斗部队或执政部队也好，其实并没有真的整军待发，并没有真的定调说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你会看到未定调之下会怎样，各吹各的调。立法院柯总召有一个调，但是呢，这个吴思瑶干事长出来另外一个调，党部有党部的调，然后呢，这个府院又透过新闻媒体在表达府院的意见的时候，就算是绿营的支持者也会觉得说，好，那我们现在要往哪走？对不对？你的整个大军，第一要先整队，第二要有地图，第三要有方向啊。我们经常讲啊，台湾的民意变动很快，叫民意如流水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象说，既然民意如流水，那水涨会船高，所以我只要把民意一直弄，弄得越来越一定水涨船高，这是真的吗？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当水位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适当的疏导，没有方向，整个大水来了，你没有方向疏导出去，最后会溢堤啊。溢堤出来的时候，那是不可控的。整个不要说每个政党的利弊得失啊，大家最担心的是这国家乱掉了嘛。你看，像我们现在在讲立法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立院的多数党何曾关心过所谓的中国派出船来割坏我们的海底电缆，这是要立法能不能解决？完全没有在讨论这些对我们国家安全重大的题目啊。还有现在已经2025年了，我们的国防预算通过了没啊？还没通过啊。新增的这些要采购的、军购的这些必要防卫武器的科目都没有通过啊。那立法院现在讨论什么？在讨论说要怎么把选罢法修到更难罢免立委，这到底在干什么？那在这些反制的方法里面，有很多种手段可以选。那现在不管是赖清德总统也好，或者是卓荣泰院长也好，这些立法院通过的法，你们后续要怎么处理？我觉得应该更清楚的告诉支持者，不然的话，就是我看到这段时间绿营的支持者，他的心中是焦虑的，情绪是激愤的，一直要找个出口，所以才会有这所谓的是不是遍地开花、罢免蓝委这些讨论。但是，支持者这个大军已经开始四处动了，但是你的主帅在后面很神秘，然后也不告诉大家说你会怎么做的时候，其实越来越焦虑，这个国家会让人感受到说，中间选民可能会越来越讨厌关心国家的政治的事情。霍老师，立法院，你一定听到有很多，包括立法院的不管助理啦，或很多就会讲说，现在立法院打起来是真的打，不像以前立法院。演着打，对，有很多以前是这样嘛，对不对？镜头有，打一打；镜头没有，那就算了。他们说现在感觉上是大家真的是往死里打的那种感觉，这只是看到肢体动作，包括刚讲到两个政党党团之间的对干，所有的这些，好了，刚刚阿苗讲的意思也是，那未来到底怎么办？谁能够让老百姓真的觉得说，能够抛掉自己所谓的政党私利，所有这些，让台湾真的能够走上一条正轨的路？那第一个说打真的打假的，讲一个笑话啊。以前常在打架的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没有高铁，没有直播嘛大家有时候都会住在会馆，蓝蓝绿绿交情都很好。明天院会要打架，几个蓝蓝绿绿的立委在喝酒，里面在那边说我告诉你，明天打架我们赢了，我们有谁？我们有谁？有谁？国民党说你们才那一些人，我们有谁？我们有谁？有谁？你想好输了喝酒。所以大家是纸上谈兵完就结束然后两个对话是一个姓张一个姓郑的好，我们输了，好继续喝酒。其实以前就是因为大家还有交情，你知道吗？虽然说政治立场上面碰到政治案子，政治的立场很清楚以外，几乎大家都在会馆会留在台北啦，一起吃饭什么。所以那时候私底下，归政治立场，蓝绿还可以交朋友。大家是纸上谈兵完就结束然后两个对话是一个姓张一个姓郑的好，我们输了，好继续喝酒。其实以前就是。因为大家还有交情，你知道吗？虽然说
政治立场上面碰到政治案子，政治的立场很清楚以外，几乎大家都在会馆啊，会留在台北啦，一起吃饭什么。所以那时候私底下，归政治立场，蓝绿还可以交朋友，很多，比如说再讲一个笑话，一个蓝的请吃饭，然后来了2个绿的立委。然后隔一天就来说啊，我告诉你啦，你们谁啦，还在大陆还没回来，怎么样嘛？明天我们表决赢了，我们拿了钱去把那个施明德劝了半天，他不是那时候不愿意交保被拘提吗？劝了半天，他终于同意了，我们把交保金交去了以后，明天就会来投票，你们输了。那另外一个国民党说啊，你不知道他今天晚上班机到吗？为什么不早一点讲？早一点跟我们讲。我们就不用去拘留所吐半天啦，反正明天也是要输了，吐施明德吐了半天，他才愿意出来，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还有交情，蓝绿都还有交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分寸，但现在就是因为直播啦、高铁啦，所以大家看直播啊，结束了啊，你怎么没有回选区？所以你就看到委员会一结束，大家就拼回选区啦，拼什么？然后也没有住在台北，所以基本上那些交情都没有。OK， 第一个交情没有，第二个背后主事者是谁？现在你坐在那边，柯建铭、黄国昌、傅崐萁，摄影机一看，你看哪一次协商，大家匹配过？对啊，就彼此之间没有对话过。OK 啊，然后你说未来怎么弄？第一个罢免改变生态。改变不了，那就期待2028，否则这个问题就一直延续下去。不要忘记，下一年的总召也叫傅崐萁，他一个人登记。对啊，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哈，就其实立法院现在为什么你说打真的打假的？我认为现在就是媒体时代。那所有的人，他要做给选区的人，所以每个立委，尤其是新科的，特别要表现。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会遍地烽火？现在说要罢免，这个声浪越来越大，尤其是我有一些立法委员自己本身的一个那个恶行态度，让民众讨厌，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主要还是选罢法。民众的想法说，我可以选举罢免，我不一定要用，但是你为什么要剥夺我这个罢免权？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基层的联署声浪，包括我们服务处，一天到晚有人来拿联署书啊，那我们跟他讲，网络上这个东西你可以哪里当用，就教他们，就只是这样子嘛。OK， 国内真的要进入大罢免时代了吗？2月1号很快就会到了，这个年过完了以后，真的当你过完年回来。国内就已经是这样一些的氛围吗？还是在2车对撞之前，还有任何转换一些空间吗？就看高层一些政治人物怎么样发挥大智慧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了。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